没钱就没钱，何必打肿脸充胖子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。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你现在的财务状况到底安全吗？你可能觉得自己还好吧，但当你把自己的债务、应急储蓄、净资产等等真的放到美国财政部、美联储以及其他机构报道的数据里边对比之后，很多人会发现，你以为的安全其实是假安全，你以为的压力其实是正常但危险的压力。今天我要带你走完在美国每个人一生的财务压力曲线，比如哪个年龄段的债务最高，哪个年龄段的净资产最低，哪个年龄段的应急储蓄最低，以及最重要的，你如何在不同的年龄段设定自己的财务策略。那我们马上开始。Empower 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多岁的年轻人中位净资产只有$6689。根据 SCF 的数据，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车这个贬值资产。他们的最大压力是学生贷款、信用卡债务、车贷，而且年轻人最会被收取高利率，以及储蓄几乎为零。Bankrate 的调查显示 ，Gen Z 也就是18到28岁这一年龄段，有34%的人没有任何应急储蓄，还有37%的人应急储蓄无法覆盖3个月的生活支出。而 Empower 还提到，18到28这个年龄段应急储蓄的中位数只有$200，这是所有年龄段中最低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债务。根据 Expedia 的报道， Gen Z 这个年龄段的平均债务约为$288,879，其中房贷为$249,744，非房贷债务为$39,135，其中包括信用卡债务$3,456，以及车贷$20,657。这个年龄段的真实风险包括任何一次的车辆维修、医疗账单、失业等等，都能把存款归零，无法承担市场的下跌，无法投资，这让他们错失复利最关键的10年，而且完全依赖工资。这是一个处于最脆弱但最有未来的阶段。30多岁是财务压力急剧增大的年龄段，核心压力来源包括要开始还房贷，开始孩子的抚养 ，daycare 是美国家庭最大的压力来源之一，车贷升级，信用卡消费增加，房屋需要维护，收入还未完全稳定，存款非常困难。根据 Empower 的数据，30多岁的净资产中位数约为$24,508。SCF 同时提到过，在这个年龄段，70%以上的净资产被锁在房子里，流动资产极少。这是全美最容易产生财务焦虑的年龄段。一些真实的风险包括，如果房贷没有申请到固定利率，房贷利率的突发变动可能会导致整个家庭财务的崩盘，没有储蓄也无法投资。Costco、Target、Amazon 等等的支出暴涨，孩子教育和上学费用甚至有时候比房贷还贵。如果你觉得30多岁压力山大，是的，这完全正常，但非常危险。在美国，40多岁的群体压力来源于3个部分：第一，孩子进入小学、中学，花费急剧增加；第二，房贷加车贷加保险加医疗全面加压；第三，收入看似高但存不下钱。这个年龄段被称之为美国家庭最累的10年。根据 Empower 的数据，40多岁的群体净资产中位数约为$76,479。Bankrate 的调查显示，29到44岁这一年龄段，有28%的人没有任何应急储蓄，还有37%的人应急储蓄无法覆盖3个月的生活支出。而根据 Empower 的数据，29到44岁的这个群体应急储蓄的中位数仅仅为$500。这个年龄段的人花费急速上升，平均债务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。根据 Experian 的报道，平均债务为$371,864，其中包括$312,2041的房贷，$6,932的信用卡债务，以及$24,942的车贷。这里的真实风险包括净资产太依赖于自住房，家庭支出无法下降，没有储蓄去缓冲，以及投资不足，错过退休准备的黄金年龄段。这是一个看上去富有，其实非常危险的阶段。50多岁是人们一生中面对最多财务恐惧的阶段。为什么最焦虑？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，没有为退休存下足够的钱，孩子要上大学，大学可能是这个阶段家庭最大的财务冲击。
房贷还没有还清，父母可能已经要开始照顾，而自己的健康也可能逐渐出现问题。根据 Empower 的报道，50多岁的人群的中位净资产是192964美金，不足20万美金，而退休的目标通常是150万美金左右。想要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数字，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另一个视频，在美国只有这么多人存到了150万美金，所以50多岁的人群退休储蓄的缺口巨大，焦虑是空前的。Bankrate 的调查显示，Gen X 也就是45到60岁这一年龄段，有24%的人仍然没有任何应急储蓄，还有34%的人应急储蓄无法覆盖3个月的生活支出。根据 Empower 的报道，Gen X 的应急储蓄的中位数仅仅为868美金。此外，根据 Experian 的报道，Gen X 这个年龄段的平均债务为351715美金，其中有283677美金的房贷，以及所有年龄段最高的68038美金的非房贷债务。这个阶段的真实风险包括投资可能开始的太晚，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投资翻倍，医疗成本开始出现，房屋维护成本开始上升，老年长期护理风险被忽略。60多岁的人在账面上看起来很富，主要原因是房子升值加退休账户的规模变大。根据 Empower 的数据，60多岁的中位净资产约为29万美金，这是所有年龄段净资产最高的，听起来还不错吧？但问题是，大部分净资产来源于自住房，无法转换成为现金流，房子升值无法用来支付账单，退休账户还要等到取款年龄，社安金只有平均每月2000美金。即便是29万美金的净资产都能产生现金流，按4%的可持续提取法则，每年只能产生11600美金，和6-7万美金一年的退休支出差距巨大。根据 Bankrate 的调查， Boomers 就是婴儿潮一代，也就是61到79岁的人群，仍然有16%的人应急储蓄为零，20%的人应急储蓄不足以覆盖3个月的生活支出。此外，根据 Empower 的报道，Boomers 的应急储蓄的中位数为各年龄段最高的，但也就是仅为1000美金。根据 Experian 的数据，Boomers 的平均债务为241752美金，其中房贷部分为194334美金，信用卡债务为6754美金，车贷为22190美金。这里的真实风险是现金流不足，即便是加上本就不多的退休储蓄，也无法覆盖未来至少20-30年的支出。医疗成本开始飙升，房贷有些人还没有还清。而根据 Empower 的报道，70多岁到90多岁的人群净资产中位数大约为20到24万美金左右。根据 Experian 的数据，即便是 Silent Generation， 也就是80岁以上的人群，平均的债务为13万3000多美金，其中房贷部分为14万6000美金，信用卡债务为3428美金，以及车贷16751美金。这里的真实风险是，如果过度透支信用卡，利息极高，医疗费用可能导致破产，养老院的费用可能每年就8万到12万美金，孩子还可能无法给养老提供经济支持，而且退休金不足以支撑长期护理，这是最后也是最危险的阶段。我简单做了一张财务压力热图，这一张图总结了人生每个10年的财务压力重心。20多岁是储蓄危机，30到40多岁是债务与净资产的压力，50到70多岁则转向医疗和退休风险。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战场，但每个阶段都有可以主动管理的重点。所以你觉得自己当下到底安全了吗？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衡量方式，你是否安全等于你的资产结构加储蓄率加风险抵抗能力。问自己3个核心问题：第一，你的储蓄率是否大于等于 15%？ Fidelity 建议至少存下收入的 15% 给退休做准备。那我们如何评估我们的退休储蓄现状呢？比如我们每个年龄段到底需要多少钱就能退休？根据 Fidelity 给的建议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30岁存下至少1倍的年薪，在40岁存下3倍的年薪，在50岁存下6倍的年薪，60岁存下8倍的年薪，而67岁能存下10倍的年薪。第二，你的投资资产是否大于房产价值？如果投资资产大于房产价值，你就是真正安全的中产，毕竟自住房不能产生现金流，而这样的资产结构也为你走向富裕阶层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第三，你的应急基金是否大于等于6到12个月？没有应急基金，所有的安全都是假象。这里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benchmark 的表，这不是成绩单，而是一个方向图。你不需要精准达到这些数字，但它能帮你快速判断你的财务轨迹是否健康。下面我们来聊聊每个年龄段的财务策略。但在讨论每个年龄段的策略之前，有一句重要的话必须先说清楚：财富的积累不是瞬间完成的，而是一生的曲线。Empower 的数据也显示，净资产通常会从20岁开始缓慢上升，在50到60岁达到巅峰，进入退休后逐渐下降。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了，开始提款用于生活。这说明你的财富不是某一年决定的，而是每10年的选择累积而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理解每个年龄段该做什么如此重要，它决定了你未来是轻松还是永远在追赶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3个指导原则。原则1：越早开始越好，但只要开始，永远不算太晚。在20岁养成习惯比赚钱重要，在30岁形成纪律性比享受要重要，在40岁避免错误比追求高回报要更重要，在50到60岁财务补救与风险控制最关键，70岁以上最重要的是现金流与稳定性。财富和行为比财富和收入更相关。原则2：收入决定你能够走多快，习惯决定你能够走多远。Empower 也强调，你赚的越多不等于你留的越多，习惯比工资增长更决定净资产。原则3： 70-15-15法则，这适用于所有年龄。70%用于必须，比如房租、水电费；15%用于想要，比如偶尔外出就餐、旅行；15%用于储蓄加投资，为未来做准备。你自己可以根据情况调整，但储蓄率越高，你越早脱离压力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每个年龄段的财务策略。20多岁时打造习惯，而不是打造财富。Empower 的观点是，20岁收入有限，但关键不是赚钱，而是建立纪律。你的任务是建立3到6个月的应急基金，自动化储蓄与投资，自动转账是最强的武器。要开始长期投资，复利是需要时间的。要专注提高赚钱能力，技能大于工资本身。要避免仓促买房和大额的负债。20多岁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你未来40年的净资产曲线。30多岁是最容易被生活吞掉的10年。Empower 提醒，30多岁的工资上涨速度往往赶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。关键的财务风险是住房、孩子支出、车贷、生活方式升级。你的任务是继续维持并提高储蓄率，避免让房贷和孩子教育支出吃掉你超过50%以上的收入。每年要提高投资金额，控制生活方式膨胀，增加家庭保险，防范风险。如果30岁失控，40岁就会变成灾难。在40多岁是财富决定的10年。Empower 强调，40岁是积累资产最困难的一段时间，因为责任最多。你的任务是提高储蓄率到20%到30%，避免跟别人攀比的消费陷阱，控制教育支出，不要为孩子完全透支未来，清除高利率的债务，每年重新审查资产配置。40岁的错误代价最大，但40岁的正确也能让你在50岁逆袭。50到60多岁是冲刺与补救期。Empower 重点提醒，50到60岁是最后的净资产冲刺期，时间窗口开始变小，但还能补救。你的任务是最大化退休账户的贡献，加速偿还债务，重新评估住房，比如是否 downsizing， 为医疗做长期规划，控制风险较高的资产的比例，建立可持续的现金流。50到60岁决定你退休是否体面。70多岁是需要现金流和稳定性的阶段。Empower 提醒，退休后财富不再增长，而是开始分配。你的任务是选择提款策略，比如是固定金额还是固定比例，要控制支出，避免高利息的债务，规划长期护理，保持投资组合简化稳定。退休不只是花钱，而是要确保钱花得够久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你就比绝大多数的人更了解自己的财务命运。你会发现，财富不是某一年决定的，而是你在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岁反复做出的数百个小选择决定。年轻时的习惯，中年的纪律，50、60岁的补救，70岁的稳定，这才是真正决定你能否承受美国真实财务压力的核心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留言，以及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
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